自打记事起，我就觉醒了一个奇怪的弹幕。每逢听见有人发誓，我的眼前就会自动弹出真话气泡。那年在老槐树下，我第一次当着外人的面把它念了出来。我张某人对天起誓，对小姐一片真心，若有虚言，天打雷劈。你爹的钱真香，等考上功名就休了你，换个18的。这哥哥是个大骗子，一定不能让他得逞。姐姐，他心里想的是你爹的钱真香，等考上功名就休了你，换个18的。我一说完，他就不停地骂我。我以为那个姐姐会相信我，但是不光她不相信，后来村里其他的人都不相信。直到半年后，我家的门被敲得震天响。李小姐失魂落魄，满身泥污，脸上全是泪痕。丫头，我错了，我当初就该听你的。我看着她，心里毫无波澜。当年她不听我的劝阻，还打了我。挑拨离间的，但我还是递了手帕给他擦眼泪。那畜生卷了我爹的铺子跑了，他在乡下还有2个野种，我爹被活活气得吐血瘫痪了。这是我最后一点私房钱，一共5两。当初我打了你，骂了你，还差点害了你，这点钱就当我给你赔罪。我娘刚好从外面回来，猛地从我手里抢走荷包。丫头，咱以后还是少管别人家的闲事儿。你这乌鸦嘴，迟早给家里惹大祸。要不是人家姑娘心善给你钱，你今天就得饿肚子。这钱我替你收着，以后给你当嫁妆。这不是乌鸦嘴，我能看见别人发誓时的真话。只要对方发誓，头顶必定弹气泡。当天下午，我娘把我叫到跟前，去镇东头买2斤五花肉，晚上包饺子。我拿着铜板往王屠户的店去。王叔，给我切2斤五花肉。高高的2斤，拿走。王叔，你这秤不对吧？小丫头片子懂个屁！我老王杀猪卖肉10几年，从来不缺斤转两。那你敢发誓吗？我老王要是缺斤转两，出门就被马车撞死。我袖口的吸铁石可真好用，这傻丫头绝对看不出来。今天又多赚半斤肉钱。他的袖口有吸铁石，他说我绝对看不出来，又能多赚半斤肉钱。你敢不敢把袖子翻过来给大家看看？哦，你个黑心肝，连小孩子的钱都骗！老子今天非剁了你！千钧一发之际，我娘挤进人群，我以为她会护着我，可是……王兄弟，对不住，我家这丫头脑子有病，您别跟她一般见识。你这丫头，赶快跟我走！我娘就这样一路拖着我回家。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，你这破能力，除了添乱还能干什么？明天你哪也不许去，好好在家闭门思过。总有一天，我会让这双眼睛成为最锋利的武器。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个月后，镇上首富张大善人病危了。他先是派管家带人给我们抬来1箱铜钱。请小神仙去张府走一趟，帮我家老爷断个家务事儿。管家老爷，我家丫头就是个瞎胡闹的，万一冲撞了张老爷，可担不起。办好了，再加100两银子；办砸了，你们全家明天就滚出这个镇子。丫头，好好表现，别给娘丢脸。我就这样到了镇上首富张家，张家家产万贯，几个儿子为了争夺家产，把家里闹得鸡飞狗跳。张老听说了李小姐的事儿，自然就想叫来我帮忙。爹啊，儿子对您一片孝心，日月可见啊！老大，这大半家产交给你，你可会善待你几个弟弟妹妹？
儿子若有一点贪念，不顾念手足之情，定遭天打雷劈，死无全尸。老东西，赶紧咽气吧！库房那几箱金条我已经偷偷转移了，等我当了家，就把老二老三全赶出去要饭。丫头，他所说是真的吗？回张老爷，他想的是库房的金条都被他转移了，等当家后还要把老二老三赶出去。你个小姑娘，胡言乱语，我撕了你的嘴！爹，大哥竟然是这种人，儿子真是看错他了。儿子对爹才是真心实意，儿子发誓，若有一句假话，让我断子绝孙。大哥这个蠢货，爹每天喝的药里，那慢性毒可是我花重金买来的，神仙也查不出。张老爷，他真正想的是给你的药里下了毒。畜生，都是畜生！管家，把这两个逆子给我绑了，送官！爹，你不能这样！给那个小丫头送一箱金元宝，替我好好谢谢她。老爷放心，老奴一定办到。林丫头，这是张府给你的。天哪，这么多金子！哎呦，我的乖女儿，你这哪是怪胎呀？你可是咱们家活生生的摇钱树啊！人性在金钱面前，比任何谎言都要丑陋。有了这笔钱，我们搬进了镇上最大的宅子。我娘专门买了一套新衣裳，置办了新家具。但这也只是开始。而我人形测谎机的名号彻底打响了，每天都有很多人排队来问我问题。人们到处传说着我的能力和事迹。转眼间就过了4年，我也长大成人了。我的名声越来越大，甚至响彻了京城。丫头，京城来了个大官，点名要见你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个大官原来是户部侍郎赵大人。他直接包下了镇上最大的酒楼，赏了许多金银珠宝，还有一颗夜明珠。听说你能断真假？回大人，得发誓才行。明日钦差来查赈灾银，你站在我身后，只需要说一句赵大人句句属实。大人放心，我家丫头绝对机灵，肯定把事办得漂漂亮亮。事成之后，这些银票全是你的。第2天中午，赵大人就带着我见了钦差大人。赵大人，那30万两赈灾银到底去了哪里？钦差大人明鉴，下官为官清廉，两袖清风，连家里的老母都还在吃糠咽菜。下官今日对天发誓，若动了赈灾银1分1毫，就让我赵家满门抄斩，九族尽灭。过了这阵风头，老子拿钱直接跑路去江南逍遥快活。我娘在门外扒着门缝拼命给我使眼色，让我顺着赵大人的话说。赵大人心里想的是，30万钟先在城外翠竹山庄的地窖里，账本藏在小妾春桃的床底下。我杀了你这个妖女！好你个赵长明，死到临头还敢行凶！来人，去翠竹山庄搜。我们就在酒楼一直等着消息。半个时辰后，消息传回来了。大人，翠竹山庄地窖搜出白银30万两，春桃床下搜出全部账本，分毫不差。官兵搬进一箱箱银子，账房先生当场点清数目。好，赏银1000两。你这丫头果然神机妙算。发财了，我们发财了！1000两，对很多人来说确实是发财了。母亲直接就在京城买下了一座3进的大宅院，我成了京城豪门圈最炙手可热的座上宾。每天上门求我看人发誓的权贵踏破了门槛，但没想到我的名气还惊动了皇宫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宣灵涵即刻入宫觐见。
不能去啊！宫里那是什么地方？那可是掉脑袋的泥潭。娘，抗旨是诛九族的死罪，我别无选择。丫头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啊！半个时辰后，我就到了皇宫门口。林姑娘，请。然后他就带着我去往御花园。皇帝坐在凉亭中，旁边是皇后和萧贵妃。皇上最近头疼欲裂，太医查不出病因。钦天宴说宫中有邪祟作祟，皇上召你来，就是让你看看谁在说谎。你就是那个能断真假的丫头。民女叩见皇上。民女需要听人发誓，才能辨别真假。好，今日在场的所有人挨个发誓。皇上，臣妾对您一片痴心，怎么可能下蛊害您？臣妾发誓，若有谋害皇上之心，愿受凌迟之刑，永世不得超生。老东西早点死透吧，等我肚子里表哥的孩子生下来，这大好江山就是我们王家的了。你看到了什么？说。这话说出来，萧贵妃要死，我也绝对活不成。皇家丑闻，知道的人都得死。皇上，臣妾敢以性命担保，贵妃妹妹绝无二心。臣妾发誓，若贵妃有罪，臣妾愿同罪论处。本宫早就知道那野种的事，今日借着测谎丫头的嘴爆出来，连这丫头一起除掉，一石二鸟，后宫再无人能威胁本宫。说，你到底看到了什么？敢隐瞒一字，诛你九族！横竖都是死，还不如拼一把。回皇上，贵妃娘娘心里想的是，老东西早点死透吧，等我肚子里表哥的孩子生下来，这大好江山就是我们王家的了。贱婢，你血口喷人！皇上，这妖女胡言乱语，快杀了她！皇后娘娘心里想的是，她早就知道贵妃怀的是野种，她今天特意设局，想借民女的嘴把这丑事爆出来，然后把民女一起灭口，一石二鸟。你放肆！本宫怎么会有这种心思？血口喷人！好得很！来人，把这两个贱妇给朕拿下！你是个奇才，可惜你知道了皇家的天大丑闻。朕若留你，皇家的脸面往哪儿搁？皇上，民女还要戴罪立功。您头痛欲裂，根本不是贵妃和皇后下的蛊，下蛊的人就在这凉亭之中。你说什么？下蛊的人就是他。他带我进宫时，和太医有临时的交谈。当他表明为皇上着想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他的惊天秘密。皇上明鉴，老奴伺候您30年，忠心耿耿。李福，你发誓。他知道我的本事，不发誓现在就是死。若老奴下蛊，千刀万剐，下18层地狱。蛊虫在深汤碗底，是摄政王让我干的。只要皇上暴毙，摄政王就能名正言顺登基。摄政王可是大楚权势滔天的人物，连皇上平时都要让他3分。我要是把这话说出来，真就是把天捅破了。但我没得选，蛊虫就在深汤碗底，是摄政王交给他的。摄政王还想趁机夺取皇位。摄政王，好一个摄政王！来人，把李福给朕拖下去，凌迟处死。封锁宫门，今日之事，谁敢走漏半点风声，杀无赦。丫头，你连摄政王的底都敢揭，胆子不小。但你今天知道的太多了，朕还是不能留你。皇上，您杀了我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京城大街小巷都会知道您被戴了绿帽子，还会知道摄政王要造反。你敢威胁朕？民女和娘亲有特殊的心灵交流之法，进宫前给我娘留了话，只要我天黑前没回家，她就会把写满皇家丑闻的纸钱从京城最高的钟楼上撒下去。我娘贪财，但她绝不会看着我白死。为了活命，我只能胡编乱造一通，赌这么一把。
皇上果然相信了，心里特别气愤。就这样，他盯着我看了半炷香的时间。好一个不怕死的刁民！朕不仅不杀你，还要封你为正四品钦天监特使。从今天起，你就住在宫里，没有朕的旨意，你半步不许离开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是变相的软禁。他想把我当成他专属的测谎仪，用来对付满朝文武，对付摄政王。但好歹小命保住了。当晚，我被安排在一座偏僻的宫殿里，门外站着2排带刀侍卫，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我站在房间里，看着满屋子的金银珠宝，摸过精美的锦缎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我成了皇上手里的一把刀，刀如果不够锋利会被折断，刀如果太锋利，最后也会被主人销毁。我必须想办法自救，想办法把我娘接出京城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我每天穿着特制的官服，戴着面纱，站在皇上龙椅的侧后方。百官上朝，第一件事不是奏报构事，而是发誓。户部尚书，给朕出来立誓。国库空虚，连边关将士的棉衣都做不出来。若贪污半两银子，满门抄斩。我刚在城外买了金矿，包了8个江南瘦马，谁能查到我头上？他刚在城外买了金矿，包了8个江南瘦马。来人，扒了他的官服，满门抄斩！饶命啊，皇上！然后就是兵部侍郎出来边关防发誓。线固若金汤，臣以项上人头担保。敌国的金条真香，布防图昨晚就送出去了。他收了敌军的金条，还送出了布防图。五马孙身，立刻行刑！短短半个月，朝中大员换了一大半，我成了满朝文武眼里的活阎王，看谁死。但我不在乎，反正有皇上在前面顶着，只要我还有用，皇上就不会让我死。直到那天，摄政王回京了。摄政王名叫萧战，是萧贵妃的亲叔叔，手握大楚一半的兵权。启奏陛下，摄政王萧战回京了。他终于还是等不及了吗？臣听闻，皇上最近得了一个小神仙，能断天下真假。他的眼神恐怖，死死盯着我，我感觉像是被一头失血的猛兽锁定了，后背瞬间被冷汗湿湿。本王回京的路上抓到个疯婆子，说本王要造反，本王没杀他，只是先切了他一根手指，当作见面礼。这是……断指上戴着一枚我无比熟悉的劣质翡翠戒指。那是我用张家赏的第一笔钱给我娘买的。想让他活，就知道怎么说话。第二天早朝，摄政王就发难了。赵铁柱通敌叛国，意图谋反，理应诛9族。皇上，末将对大楚忠心耿耿，日月可见。摄政王这是血口喷人。既然赵将军忠心，那就请小神仙测一测。我知道摄政王的意思，他要我当众做伪证，指认赵将军谋反。如果不照做，我娘就会死。末将发誓，若有半点背叛大楚之心，叫我万箭穿心。老子生是陛下的人，死是陛下的鬼。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忠臣。我要救娘，但也不能冤枉忠臣。不管了，必须跟他拼了。赵将军心里想的是精忠报国，但摄政王大人，您敢发誓吗？摄政王，殿前动武，你要造反吗？哈哈哈哈！造反！本王是为了清君侧，这妖女祸乱朝纲，本王今日就替天行道。王爷既然说自己是清君侧，为何不敢发誓？难道王爷心里有鬼？好，本王就发誓给你看，本王对大楚忠心不二，若有谋逆，天打雷劈，
禁军统领已经是我的人，城外3万铁甲军随时待命。等砍了这小皇帝的脑袋，这龙椅就是老子的了。禁军统领是摄政王的人，3万铁甲军都在城外待命，他还想要杀害皇上，谋权篡位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既然说开了，那就别废话了。王爷，皇宫八门已全部控制，城防军被挡在门外，插翅难飞。逆贼，你们敢犯上作乱！小皇帝，写退位诏书吧，本王还能留你一具全尸。至于你这个贱婢，本王要把你千刀万剐，把你娘的肉剁碎了喂狗。没有退路了，只有让他们先内讧。统领大人，你敢发誓誓死效忠摄政王吗？老子当然誓死效忠王爷。等王爷登基，老子就把他当年毒杀先皇的密信给敌国，换个异姓王当。他要等王爷登基，卖密信给敌国，换个异姓王当。王爷，别信这个丫头。你呢？你敢发誓效忠统领吗？我发誓，我对统领忠心耿耿。统领新娶的第8房小妾真润，等事成之后，老子得找个机会把统领弄死，霸占他老婆。他要找机会把统领弄死，霸占统领的第8房小妾。王八蛋，你敢惦记老子的女人？猜忌的种子一旦种下，就会疯狂生根发芽。大家都是为了利益造反，谁也不信谁。都给本王住手！护驾，诛杀逆贼！鲜血瞬间染红了金銮殿的汉白玉地砖，相互猜忌的后果就是如此惨烈。带走，送进天牢。好一个丫头！我帮皇帝平了叛，但我展现出的能力让他感到了深深的恐惧。一个能看透人心，能凭几句话就瓦解一支军队的人，绝对不能留在这个世上。皇上挥退了左右，殿内只剩下我们3人。丫头，你救驾有功，喝了这杯酒，送你回乡。飞鸟尽，良弓藏，傻子都知道这是毒酒。皇上，民女走之前想听您发个誓。大胆！你要朕发什么誓？发誓您会做个仁义之君，发誓您当年没有下旨屠杀江南林家173口。原来你是林家的余孽，朕发誓，林家意图谋反，朕杀他们是替天行道，绝无私心。林家手里有先皇传位摄政王的遗诏，林家不死，朕这篡位得来的龙椅就坐不稳，这丫头必须死。他想的就是我们林家手里有先皇传位给摄政王的遗诏，我要是不死，他篡位得来的龙椅就坐不稳。6岁那年，我躲在水缸里，亲眼看着父母被屠杀，极度的刺激让我觉醒了这看透人心的能力。我娘根本不是我亲娘，她只是林家一个贪财的烧火丫头，趁乱偷了金银，顺手把我带了出来。我一路高调，一路往上爬，就是为了站到这个下令屠杀我全家的人面前。赵天若，杀了他！朕封你为异姓王。末将的剑只斩叛国之贼，不杀忠良之后。来人，将这昏君拿下！大局已定，赵将军拿着遗诏拥立先皇流落在外的幼子登基。皇上万岁，万万岁！而摄政王和前任皇帝都被赐了毒酒。林姑娘，新皇愿封你为大楚国师。赵将军，我志不在朝堂，告辞。林姑娘，多多保重。我离开了金銮殿，去往天牢解救养母。娘，丫头，你没事吧？丫头，娘没把钱弄丢。傻老太婆，钱哪有命重要？我带着养母离开了牢房，换了新衣。
我们没有留在京城，准备置办马车和金银，一路向南。姑娘，你命犯孤星，近日必有血光之灾。看我来会一会这个江湖骗子。先生，你发个誓，说你算得准。老朽对天发誓，若有半句虚言，天打雷劈。这肥羊真有钱，随便忽悠两句，今晚能去春香楼点个头袍了。哎呦，你这泼妇怎么砸人饭碗？留着你的命去春香楼吧。这人间从来就不缺谎言，但偶尔看破不说破，也算一种自在。半年后，我们行至江南边境，不料却遇到了土匪劫盗。交出金银，饶你们一命。尔等可知我是谁？管你是谁，天王老子也得死！你敢发誓，只为劫财绝不伤人？我只求财，绝不伤人。若违此事，天诛地灭！我不仅要杀你，还要把这群傻子都毒杀了，钱财都是老子的。你们老大不仅要杀我，还要杀了你们独吞钱财。胡说八道！莫非她就是那个能读人心的女子？老大，你上次抢夺李家的马车，真就只有1箱银子吗？你还真信这个丫头吗？我平时怎么对你们的？我早就怀疑了，凭什么每次都是你吃肉，我们连汤都没得喝？就是，我们天天提心吊胆，还没啥回报，老子早就受不了了。小子，同志，走，娘，快上车，小心。驾！追！别追了。她应该就是那个传闻中能够读人心的女子，若是惹了她，可能会被圣上下令追杀。本以为这场闹剧结束后就没事了，但是万万没想到，一只铁骑向着我们疾驰而来。奉新帝密旨，护送林小姐归京。新帝这是何意？我已归隐，何须你们护送？京城出事了，赵铁道将军被囚入天牢。何人竟能陷害赵将军？新帝身边新帝国师，这孤师什么来头？自称能通鬼神，3日便夺了朝政大权。赵将军曾护我周全，我不能弃之不顾。丫头别回去，回去了会死的。娘，赵将军对我们有恩，所以一定要回去。回京，但必须隐匿行踪，不能暴露身份。遵命。我和养母就跟在他们身后，踏上了返回京城的路程。行至傍晚，我和养母在一家稍偏僻的客栈住下，禁军大将则带着手下在附近暗中保护我们。有动静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无人指使，是我自己要替天行道。国师追杀令，杀林寒，赏黄金10000两。好一个国师，害得赵将军入狱，现在又要杀我。这个国师如此狠毒，我必须要换身行斗伪装一下。末将救驾来迟，请姑娘恕罪。你们没事吧？我们都没事。离京之前，我跟赵将军学了一门暗器，这才将刺客打倒，而且这刺客还是国师的人。好一个国师，竟还要赶尽杀绝！明日我率大军护送你的空马车断后，你跟老夫人先行去往府城，记得一定要换身行头。次日，我女扮男装，带养母先行至府城，城内贴满告示，悬赏捉拿我。我扶着养母到附近茶铺休整，新帝竟颠倒黑白，定我通敌叛国之罪。新上任的国师真是神通广大，听说赵将军反对他，还被诬陷谋反下狱了。皇上过于年轻，早被架空了，满朝文武全是国师的人。原来不是新帝背信弃义，他早已是身不由己。官差大人到，奉国师令，捉拿侵犯余党，挨个盘查。我目光呆滞，装作什么也不懂。哼，一介穷酸村夫，滚吧！赵
赵将军的副将。林小姐，将军命我等你多时了。将军现在如何？将军被打入天牢，3日后问斩。你这妖女，害将军落此下场！你敢发誓，你是真心要杀我？我对天发誓，定要杀你为将军报仇。家人被国师挟持，不得不杀林寒。你家人在国师手中，对不对？林小姐，待我入宫，我救你家人，也救赵将军。末将遵命。3日后，皇宫里进行祭天仪式，那国师正在登坛做法，故弄玄虚。新帝面色苍白，像是受尽了折磨。我在赵将军副将的帮助下，伪装成侍卫参加祭天仪式。臣以道心起誓，必能保大楚千秋万代，无灾无难。等祭天结束，毒杀新帝，我自立为帝。好狠的野心！那个侍卫鬼鬼祟祟，身上有邪祟之气，拿下！好久不见，国师大人。林寒，你竟敢回京！今日我拆你假神仙面具。哼，你一介凡人，岂能撼我通天法力？你回来了，林寒。你敢发誓，你真能通神？大胆！我乃天仙下凡，法力无边，若有半句虚言，天打雷劈！赵将军是我诬陷的，新帝的毒也是我下的，等掌控朝局，便弑帝篡位。他陷害赵将军，给皇上下毒，妄图谋权篡位，罪该万死。妖言惑众，杀了他！国师害我全家！我要杀了他！赵将军，委屈你了。今日清君侧。林姑娘，林姑娘！我陷入半昏迷状态，只觉得浑身冰冷，耳边全是哭声。再次醒来已是3日后，体内的寒毒竟被压制住了。养母趴在我旁边守着。丫头，你可算醒了。娘，是何人救了我？是终南山的道长救了你。施主，老身清玄子。多谢道长救命之恩，敢问道长如何解得此毒？只有天道眼本源之力才能引药入体。老身观施主身负天道异逆，才敢出手一试。他递给我玉佩，竟与我家祖传的一样。你林家本是天道守护者。守护者？施主的异能乃天道眼，看破虚妄，一折阳寿。当年你家藏遗诏，是尊天道护正统，皇上杀你全家，触怒天道，才国运衰败。你的眼可净化，亦可封印，净化看破未来，封印做凡人。封印，我要丫头平安。林姑娘，朝野已定，百姓安居。将军辛苦了。将军有话直说吧。皇上欲封你为护国仙姑，永居京城。我志不在此，只愿归隐平凡。你不想知道亲生父母尚有一线生机？道长说什么？我爹娘还活着？当年被高人所救，隐于终南山。求道长带我去见他们。丫头，你真要走？娘，你永远是我娘，我们一起去。麻烦你了，道长。无妨，我这就为你封印天道眼。谢谢你。道长，敢问此法可有后遗症？施主放心，此法没有任何坏处。气泡好像真的消失了，但我为何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？次日一早，我们在道长的指引下去往终南山，行至神武，来到一座竹屋前。竹屋前站着的人，竟真的是我的孩儿，我的孩儿！姐姐，多谢你10年养育之恩。我没养好他，还打过他。你们都是我娘。我以为此生就此安稳，
深夜，我起夜路过父母屋房，听见里面传来低语。他封印了天道眼，正好用来献祭。天道失衡，需守护者血脉补全，这是林家的使命。父母怎会如此对我？我先带养母暂时离开，之后再查个水落石出。娘，快醒醒，我们走。他们要杀我。我和养母赶忙收拾好行李，趁着月色赶快离开了这个地方。施主，你跑不掉的。你骗我！所谓守护者全是你的谎言。天道失衡，唯有你林家血脉能补全，便得天下太平。凭什么用我的命换你口中的天下太平？执念太深，只能强取了。谁敢动我女儿，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！终究还是……小姐，受惊了。凡夫俗子也敢阻我天道大事？孩儿，莫要反抗，这是你的命！孩儿，对不起，是我们鬼迷心窍。是他迷了我们心智，是我们错了。你害我林家2次家破人亡，我要你血债血偿！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。什么？竟然有这种事！封印已破，你也不是我对手。你敢发誓不想成仙？我只想救天下，无心成仙。我们竟被你利用，大道仙！我现在已能看破所有的动作。我不甘心，我谋划100年，你害我全家，死有余辜。拿下！不知不觉，天已经亮了。丫头，还有娘在。林小姐，回京吧，新帝等你做主。我不回京，也不做守护者。我要在这里建一座书院，教百姓辨是非、明善恶，不用依逆，只用本心。末将遵命。半年后，终南山书院建成，皇帝赐名明心书院，我亲自授课，不讲权谋，只讲真心。山下百姓纷纷送子弟前来求学，赵将军留下一队禁军护书院安全。一日，书院来了一位特殊客人。何为真，何为假？真心为真，虚言为假。课后，新帝与我漫步在书院后的小路。朕每日勤政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你可放心。陛下做到了誓言，甚好。朕时常后悔，当年如此对你。往事已过，不必再提，也不是你的错。陛下，江南突发水灾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朕即刻回京赈灾。陛下，我与你同去。你愿下山？书院可暂闭，百姓不能不救。丫头，危险！娘，我去就回。洪水害得百姓无家可归，皇上下令开仓赈灾。粮库已空，无粮可放。你敢发誓粮库升空了？粮库空空如也，绝无虚言。他囤积粮食，大发灾难财。拖下去，斩立决！皇上圣明！皇上圣明！娘，您怎么来了？这里太危险了。你都在这儿拼命，
娘在家坐得住吗？养母就这样认真帮忙赈灾。上游堤坝决口，民妇无人敢靠近，朕亲自去。陛下是天下之主，不可以身犯险。先生，水势凶险，不可。陛下信我，百姓信我，我去了，大家才敢跟着上。我林寒在此立誓，与各位共堵决口。若退后半步，天打雷劈。先生都不怕，我们怕什么？恍惚间，我仿佛看到了父母的身影。孩儿，活下去，做你想做的事。林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快退时！吓死娘了！你救了江南百姓，朕代天下谢你。这是大家的功劳。水灾平定，江南恢复式生机，我们准备返回终南山。皇上执意相送，一路同行。途中我们又遇到了一个奇怪的人。姑娘，别来无恙。当年你踹了我的摊子，如今却成了救江南百姓的活菩萨。先生今日还算不算我命伴孤星？哈哈哈哈哈！姑娘心善，逆天改命，早已无灾无劫。老身清风子替我那不成器的师妹再次向姑娘赔罪。难怪他能一眼看穿我的命格，原来他才是终南山真正的高人。师妹执念成仙，误入歧途，害了这么多人，是我管教不严。你当年冲破的是他布下的伪封印，只压得住表象，动不了你血脉里的天道眼根基。我已不想再用这份意念。此药以终南山灵草炼制，可彻底根除你血脉里的天道眼印记，永久封印，永无后患。一股温和的暖流顺着喉咙滑入丹田，走遍四肢百骸。从此，我的世界再无气泡，再无虚妄幻想。因果已了，老身告辞。太好了，丫头，以后平平安安，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。你真的彻底放弃这份能力了？人心真假，从来不在眼，而在心。本心比异能更重要。回到终南山，书院重新开课，慕名而来的学子更多，名声也越传越远。一日，赵将军从京城赶来，带来一位眉目清俊的少年。林姑娘，这是钟永侯当年从宫变里救下的先皇侄孙，是皇室旁派唯一的正统血脉。新帝登基后体弱多病，一直无子嗣，朝臣都劝陛下过继宗室子弟，立为储君。这孩子一心向学，想先拜入先生门下，修身立德。弟子拜见先生。起来吧，从此你就在书院读书。弟子定不负先生教诲，学成之后守本心，护百姓，安天下。他每日刻苦学习，我也悉心教导着每一位学子。就这样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时光飞逝，10年过去，我已26岁，书院桃李满天下，青年学业有成，心怀天下，在民间素有贤名。新帝因国师下的毒，身体虚弱，所以很早就有上位之意。他下旨邀请我到上位大典观礼，我想叫养母一同前去。娘老了，走不动了，在家等你回来。我独自入京，全城百姓夹道相迎。他们记得当年水灾，我舍命相救；他们知晓我交出无数良才。登基台上，青年身着龙袍，面向百官。我若为帝，必以民为本，永不负天下。他发誓没有气泡，我却知他真心。先生，朕封你为帝师，永居京城。我只愿回终南山，守我的书院。先生既已决定，朕便不再强求。以后每年，朕必去书院探望先生。傍晚，我便启程返回书院。娘，你怎么了？丫头，娘要走了，能陪你这么多年，娘知足了。娘，你别离开我！傻丫头，人总有一死。我不是你亲娘，却比谁都疼你。你要好好活着，平安快乐。新帝得知消息后，带着赵将军日夜兼程赶来。厚葬老夫人，举国哀悼3日。娘一生爱财，却最喜平淡。按她遗愿，葬在书院后山，陪我看桃李花开。
百姓自发赶来送行，百姓们齐齐跪倒，无声叩首。娘，一路走好。风吹过，树叶沙沙作响，像是他的回应。每日闲暇时，我就坐在杨府的墓旁。娘，今日学子考得好。娘，江南又丰收了。娘，我很好，你放心。又过50年，我已76岁高龄，书院名声传遍天下，邻国也遣子弟求学。当年的学子成为国之栋梁，为官清廉，为民请命。一日，我在家的小院门前看见一位老者，他衣衫褴褛，却目光清澈。施主，可愿施舍一碗水？老人家请用。你放弃天道眼，却救了天下。老人家识我，我乃天道化身，特来见你。你已无需异能，本心即是天道。不敢当。你林家世代守护，终得善果。你父母魂魄已入轮回，平安一世。多谢天道成全。你一生无夫无子，却有天下桃李，此生圆满，再无遗憾。种下去吧，以后每年春天他都会来看你。种下去吧。我将那颗种子种到养母的墓旁。次日，种子发芽，长成一棵常青树，四季常青，永不凋零。总有人问我为何放弃测谎仪的能力。人心真假不在眼，在心。看破天机，不如守住本心。后来我将书院交给最得意的门生，每日坐在常青树下闭目养神。恍惚间，我看见养母向我招手：“丫头，回家啦。”孩儿，当年是我们错了，对不起。涵儿，先生好，先生好，先生，先生，我的放弃。不到半日，山下的百姓也涌了上来，从农夫到孩童都为我披麻戴孝。当朝天子率百官徒步上山，一身素服。先生一生安百姓，正世风，守正道，大处千秋，皆念先生恩德。人间再无人行测谎器，可人间处处都留着我教的真心2字。